OK，大家好，今天呢，其实你也看到我们没有准备什么丰富的投影片。那 Dustin 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其实就是闲聊一下，就是很多人在最近都会问说，Dustin 啊，申请要结束了，我还要两个礼拜就要考试了，那这次我想考几分，可是我觉得我现在很不稳定。好，那很多时候聊一下就发现说，这个情况真的不是那么乐观啊，哈，就是只剩一两个礼拜，但发现说其实自己分数还差很多，然后呢，那个 ESR 拿回来看了一下，就发现一件事，就是说，这个成绩拉不起来，好像很多时候不是逻辑的问题，你知道吗？哈，不是说今天你思考能力不够，或者说你不懂 GMAT 的逻辑，它其实是什么的问题呢？其实是我们说的基础阅读能力的问题。那以后说到时奇怪啊，我文章都看得懂啊，只是我看得比较慢。可能你要知道，看得比较慢的不行了。为什么？因为呢，如果你今天出国念书的话，好，你到时候会阅读的文本其实是原本量非常非常庞大。好，比如说呢，怎么样呢？比如说，可能一个 lecture，注意哦，不是一堂课哦，是一个不是一整学期的 class 哦，它只是一门课，一个礼拜的 lecture，它可能你要前面要做的阅读就会有可能80到100页之以上。好，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好，你一个字一个字读是不行的，更何况。很多时候呢，其实你一个字一个字的读，你也没有抓准意思，或者是你抓的意思也不够清楚。OK， 好，所以这个影片主要来拍是为了跟大家讲说，如何每天花10到20分钟，然后呢来完成就是加强基础阅读能力这样子。好，那先跟大家讲一个很大很大的前提，就是基础阅读能力它其实不像是我们说什么做总结啊，好，或者说做题目的练习啊，是说好什么你可以在短时间之内，你只要好把时间毛起来拼下去做，就可以做成功了。好，它也不是说今天很像是说好你在桥上帮别人捡鞋子啊，捡完之后人家给你一本天书，然后呢读完天书你就字通了，不可能这件事情。好，阅读基本能力其实上是一种习惯，一种经验。那这个经验呢，你要记得，好，它真的需要你提早开始，而且呢要持续少量。持续少量远比你短时间之内爆冲还来得有用。OK， 阅读基础能力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训练。好，那我就大概很简单的讲一下，就是平常每天你如何花10-20分钟来训练基础阅读能力。好，很多人都说，好，我看 GMAT 文章行不行？我来 GMAT 文章来练习行不行？好，我可以跟你讲，怎么样呢？GMAT 的文章给你练习，你会要你的命，为什么呢？因为太难了。英文阅读有4个层次，英文应该这样讲，英文有4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叫什么？第一个层次叫做口语英文，好，就是我们平常讲的这种日常生活中对话。这种英文基本上就是你不会有问题这样子 ，OK， 好，但是问题是怎么样呢？很多人觉得口语英文好，就以为说自己英文不错 ，OK， 好，来，那下一个层次呢是什么？是商用英文，也就是你平常跟客户，比如说你公司有外国人，好，或者是你有时候要看一些国外的一些商用文件。会用英文，可是这个英文也是怎么样呢？好，基本上跟 GMAT 英文也是差太远的。为什么？它可能只是稍微用字正式了一点，但是它之间可能还是逻辑不够严谨。因为很多时候，其实你可以靠着你好在公司里面这个案子的一些你对 background 了解来做补强，所以它的本身逻辑不一定会很严谨。第三个层次是什么？第三个层次是叫做所谓的那个新闻英文，新闻英文就比较严谨，更严谨一点的，可是它本身其实还是不够。OK， 其实最 formal 的英文叫什么？叫做 academic writing English。OK 哦，好，你看 academic writing， 好，这个英文就是我们所谓写论文或写法律文书的这种最高阶、最有逻辑、最精确的英文。好，你要知道。这一个层级的英文其实不好学哦，为什么呢？你连国外大学都要专门开课来教大家如何写出或如何读懂学术英文了，所以其实这个 level 的英文是最高阶的。OK， 好，当然我们今天并不是说要教大家说怎么样完全读懂学术英文，好，这东西并不是我们现在这个影片能做到的事情。OK， 如果大家好奇怎么样读懂学术英文的话，其实可以直接打 academic writing， 然后怎么样呢？直接去找这种 academic writing course， 然后基本上在 Coursera 这个地方，你可以找到很多的那种就是教学这样子。OK，Coursera 是一个好美国的那种就是网上课程的网站这样子。OK， 你可以付费或不付费，然后取得各种大学的课程这样子。好，来，那当然回来我们讲
这个 academic writing 这个地方是 GMAT 最后的 level， 可是你现在根本没办法达到这个 level， 所以怎么办呢？我们知道从哪里先开始？你要知道商用英文跟什么，跟所谓的口语英文我们都已经能掌握了。现在第3个部分是什么？第3个部分要从新闻英文开始。好，那讲到新闻英文，你就会说，好，那我来看什么？我来看 economist 好了，对不对？好，但注意哦，请注意，千万不要先选 economist， 为什么呢？好，因为这个地方经济学人实在是太难了。好，老实说，我看经济学人也是有看没有懂啦。好，你要知道，你今天是在学什么？你今天是在学阅读的能力，你不是在学什么样呢？不是在学世界各体议题的深度。OK， 好，就是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什么没有哦，就是这样，并不是说就是学深度不好，只是说今天你考试前重点是什么？你要提升的是你阅读的能力。OK， 提升的是你这个阅读的习惯。但如果你因为读太难的文本，然后怎么样呢？然后让你这个训练不顺畅的话，你这样是本末倒置。OK， 可以把阅读能力先练起来之后，再回来看这种什么高深的分析，这样子。好，就像外国人来学中文，你不会说你一开始就叫他读什么，就叫他读好类似那种什么法律文书，好，你会丢大法官释宪给外国人看吗？不会嘛，对不对？好，所以呢，来，你要给他看什么东西？给他看一般的新闻 ，OK， 而且一般的新闻你还要选哦，好像什么来，像这种什么 The Sun 太阳报啦，好，或者是像什么 USA Today 啦，好，这种东西就先不要，为什么呢？你给外国人看什么？给外国人看这种就是内容，也不是内容农场，就是这种小报的，好，比较娱乐的，好，完全没有任何的逻辑的，然后只是单纯的讲八卦的 gossiping 这种花絮的，好，也没有任何的用处。好，你今天要学的是什么？好，你今天要学的是一个语言的正常的 formal 的表达方式嘛，对不对？所以基本上今天好，那你说 USA Today 也不行，Economist 也不行，那到底要看什么呢？那当然是什么？我们最常见的主流的一些媒体 ，OK， 像比如说 BBC 啊或 CNN 这些东西。好，可能你会知道说，其实 BBC、CNN 他们当然是可以看，没错。可是问题是，很多时候我们在看的时候，其实我们不知道自己意识掌握住了没有，对不对？好，我们也不有些很多人在读的时候最障碍一点就是说，有看，觉得自己好像有懂，可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掌握了多少，或不知道自己到了什么程度，对吧？好，所以呢，好，到时今天要推荐给大家一个东西，好，就是。BBC、CNN 跟这些主流的媒体里面，有些媒体是有什么？是有所谓的中文网的 ，OK？ 为什么？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中文非常的，就是在全世界非常突出嘛，对不对？所以很多的主流媒体因为纸本已经式微了，所以转上电子，而电子的媒体又开始想要扩张，所以纷纷往亚洲市场扩张。亚洲市场第一大的市场是谁呢？当然就是什么？就是华文圈嘛，对不对？所以现在像 BBC 也有中文网，纽约时报也有中文网。好，所以呢，来，请各位来跟着我。好，第一个要找的地方就是什么？纽约时报中文网 ，OK， 好，来到了纽约时报中文网的时候怎么样呢？好，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有这么多的新闻，好，你当然可以选一个你相对有兴趣的开始读，好，但注意哦，你要选的新闻里面，请你这个名字哈，你一定要是外国人，为什么？你今天不要去选那种就是由亚洲记者好中文记者所做的原创报道，好，你就在读中文而已，它没有英文原文，好，但我们今天如果点这种像英文的有没有？你就点进去，它就是英文的报道 ，OK， 好，它就是有中文、英文中英对照。所以当然，现在你要做什么事情呢？并不是说从下面下去读，从这边开始读下去很开心，觉得说哇，我自己又看了一则国际的新闻了。你记得今天你来的目的是干嘛？你来的目的主要是来练习英文的。是吗？做什么事情？来形容我们怎么样呢？直接到中英对照这边一定会有个中英对照的标签，到中英对照这个地方 ，OK， 好，然后现在开始做一件事情，请你用手 ，OK， 好，这边现在是录制荧幕，所以没有手嘛，对不对？好，请你用手怎么样呢？把右边这个中文先暂时的遮起来 ，OK 好，来，比如说好这样讲好了，我们现在把它遮起来，然后怎么样呢？好，然后呢，现在开始去读这边，请注意，在读的时候呢，你不要说读到一半就回头看，你如果要回头看，你也是读完整段之后才从头看整段，你不能说今天读，好 ，Russia's ambassador to Turkey was assassinated at an Ankara art exhibit Monday。
，even 你他读在那边读不懂了之后呢，就开始整个回头看，不要做这件事情，请注意哦。好，你要阅读一个句子要顺就要完整，所以你就算读不懂，你也要硬着头皮读下去。好，就让这边空一块，然后呢再回来从头读一遍。就是说，你真的要从头的话，你一定要是整段从头全部读一遍。OK， 好，而不能说是单一句或者是单个段落。OK， 或者单几个字。好，接下来来读的时候怎么样呢？读的时候全部读完，每一段读完之后，请你试着把它用中文的讲出来它的大意。好，请注意哦，在你讲的时候，请你眼睛不要看着这些文字。好，如果你今天眼睛看这些文字的话，就变成像怎么样？我来示范一次给大家看。来，好，我看完的时候说，俄国的大使的到土耳其大使被暗杀在安卡拉艺术展览，在礼拜一的时候，你看你讲出来的话变成什么？变成什么？变成 Google 翻译，嗨，就连 Google 翻译，好，我跟你讲哈，就连 Google 翻译，我猜啦，哈，都翻得比你好，为什么呢？你看 Google 翻译都翻得比你顺，对吧？哦，来，所以你要做什么事情？你要做的是看完全部之后怎么样呢？再用什么？再用讲话方式，先在心里面组合完之后，记住哦，你不能你可以等很久不开口，一直看不开口，但是你要开口的时候，你就要确定你是讲出完整的一句话，就是什么呢 ？OK， 好，看完之后，好了，我们来试试看，仔细的看完，好，我跟大家一起看。OK， 好，怎么样呢？看完之后重新组合之后，好，我现在开始讲话了，怎么样？好，一个土耳其的枪手在礼拜一于安卡拉的艺术展览会上刺杀了俄罗斯派驻土耳其的大使，并且怎么样呢？并且高声呼喊真主至大，勿忘阿勒颇，勿忘叙利亚。而俄国认为这是一场恐怖攻击，有没有？这样就顺了嘛，对不对？为什么？你在看的时候，其实你是把英文的语序组合成中文的正常理解语序，你有经过逻辑思考，你知道这件事情里面谁因谁果，然后呢，再用自己嘴巴的话，这样一次的吐出来。吐完之后怎么样呢？请你往旁边去做什么？去做对照，这样子 ，OK， 你就知道自己到底哪里理解有偏差，或哪里其实读得不顺，这样子 ，OK。然后呢，对照完之后怎么样呢？再回来重新，如果发现好像不太一样的话，再看完之后再回来重新看英文，然后再重新翻一遍 ，OK 好，翻到怎么样呢？你要记住，为什么我们要讲出来？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这个字会以为我们理解了，可是其实你心里面那个这些都是片段的，你心里面其实就像 Google 翻译一样，你知道吗？就跟刚刚我讲的一样，你是片段的，你是没有组合的，所以很多时候你是以为自己理解，你是假理解，你不是真理解，懂我意思吗 ？OK 好，所以你要真理解很简单，怎么样呢？你就是讲出来，你只要讲出来，发现说那个逻辑不对，你自己会讲的对，你自己会。直觉上就会卡顿，因为你觉得你在讲很奇怪的话 ，OK， 就用这样的方式逼你自己先思考 ，OK， 好，来，接下来再换第二段，对不对？好，接下来什么 ？The gunman who was described by Ankara's mayor as a policeman also wounded at least 3 others in the assault, which was captured on Turkish video before he was killed by other officers in a shootout. OK， 怎么样呢？好。土耳其的影片也记录了这位就是曾经是枪手的曾经是警察的枪手，好，在这次攻击之中也误伤了其他3个人，接着他被警方射杀这样子 ，OK， 好，来读完之后认真读完之后开口就是要是一个顺的组合，然后再回去对照这样子，好。一天大概花20到30分钟做大概2到3段 ，OK 哦，大概花20到30分钟做了2到3段这样子。好，那如果你今天好，还有后面熟的话，其实你可以直接把整篇文章翻完，你甚至可以4、5、6段都没有关系。好，就这样一次看完之后，在心里面理顺之后呢，然后呢嘴巴吐出来，熟了之后，你可以开始做更多段，更熟了之后，你可以怎么样呢？开始看完2段之后，把2段再一起翻，而不是一段一段，然后你就是把那个长度加长。好。来，你要知道这个道理是什么吗？其实很简单。我们在看文章的时候，其实我们并不是在
只单纯看英文字。我们在看任何文章，不管是中文英文章或英文文章，都是看完之后在心里面念一遍，然后呢把它换成我们熟悉的这个语言。好，你要知道在语言学上我记得有这个理论，就是说一个人如果在小时候大概2-3岁之前，他没有在双语的环境之下长大的话，他这一辈子只会用一种语言，这样子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单一语言学习者这样子 ，OK， 好，所以呢，像我们现在，我们其实大部分的人心里面都只有什么，都是在思考的时候都是用中文思考。你知道我们思考的时候，其实是自己跟自己对话嘛，对不对？所以呢，很多时候是你心里面有不断的话、不断的声音、不断的语言传出来这样子。所以你在看题目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你也是看到英文之后，你还是要强迫把它翻成中文的逻辑，然后呢，再用中文的逻辑去思考，好，再吐回去这样子。好，那你可能后面的思考没有问题，是理性的，好，做题目是没有问题。问题是你一开始换的时候速度太慢，好，或者换出来的时候怎么样的，跟我们刚刚讲的 Google 翻译一样，太零碎太卡。到了后面的时候就怎么样呢？每一句话就越读越慢，越读越觉得没有逻辑，到最后就 GG 了，大家听懂我意思吧 ？OK， 好，所以呢，我们做这个训练其实很简单，就是让你看完一整句话之后呢，快速重新排列组合，变成一种习惯。OK， 好，请注意哦，这个地方没有什么技巧或什么的。如果你把它看成说是什么这个地方是修饰语，哪个地方是哪里的话，如果你把它看成是这样像文法一样的话，好，我跟你讲，这样就变得太匠气，就它太麻烦了。为什么呢？你外国人好在读文章，或者是你像我们中文使用者在读文章的时候呢，我们怎么会去考虑什么同位语、主词、动词的东西嘛，对不对？我们阅读就是什么，就是一个习惯而已。现在只是要你怎么样呢，把这样的习惯变成一个自然的，听懂我意思吗 ？OK 好，就是要从练习开始。这个东西大概要花多久呢？你要每天持续注意哦，你可以每天很少量，可以每天只花20到30分钟或翻1-2段，可是你绝对要持续。过去在这边有持续的人其实只有就是很少，但只要持续有一个人，最著名的是什么？直接进步了200分 ，OK， 从540到740这样子 ，OK。好，那你可能会说，什么时候才有成效呢？这个方法至少要持续2到3个礼拜才有效果出来，而到持续了2个月到3个月以上的时候，怎么样呢？你的阅读问题基本上已经解决了 ，OK 哦。好，你的阅读能力问题在只有持续2到3个月的时候已经解决。那你会说，哎呦 Dustin， 这个2到3个月真的有点久好，这个真的是太麻烦了。可是我要请你记得一件事情，这个东西你现在不救，之后也得救。之后用考雅思、考托福，以后怎么样呢？上大学、上MBA 或上 Master 的时候，阅读文本，以后你在写报告、读报告的时候，你永远都要用到快速的阅读能力。OK， 所以现在用2到3个月去赶上 Native Speaker 或者是 ABC 他们的英文阅读能力，这已经算是超级划算了。考 GMAT 的人不要把自己的眼光放得太狭窄。你要记住 ，GMAT 它只是一个训练而已 ，OK， 它只是在训练你有 MBA 的能力而已。现在这个英语基础阅读能力没有到，你就无法赶上 GMAT 的标准，因为它时间有限。把这个能力练起来之后呢，除了 GMAT 可以解决之外，后面的托福、后面的雅思、后面的其他东西，全部都可以往上提升。而这个方法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我们刚刚讲这个方法，但是越简单的事情，大家越觉得普通，越不想去做，越觉得效果没有出来。好，一定要分享什么厉害的方法，什么说这什么3个技巧啊，5个什么5个关键字啊之类的。可是跟你讲，语言是没有任何的关键字的 ，OK 哦。你如果去记关键字的话，你只会让你自己沦入怎么样的考试的什么障碍里面，死背障碍里面。好，这个方法是 Dustin 自己亲身实验过的方法。我从一个全民英检中级没有过的人，到现在 GMAT 可以考760，Verbal 可以拿41分。很多时候，好，再回想起来才发现，原来是这样的习惯，好，这样的方法才让我到最后英文能力可以慢慢的加强，这样子 ，OK， 好，所以今天就是想说特别拍一个影片跟大家去介绍这样的方法，好，那因为太多人问了啦，这样子，好，那请注意哦，就是这个方法最重要的事情，你要肯就是持续，然后肯每个天花2到30分钟的时间，它不会take 你太长的，就是每天太长的时间，可是它会默默的让你后面越进步越快，这样子 ，OK， 好，那各位可以加油，那有什么问题可以再跟我联络，好，那我们先这样咯，好，再见。